天哪！小天周天成在德国的比赛爆出了一大黑幕。在刚结束的德国海陆公开赛上，就发生了令人争议不断的误判事件。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榜也有了一些大变化，一起来了解一下吧。世界羽联今天发布了最新一期，也是第45周的世界排名榜。在混双方面，世界第一的宝座换人坐啦！恭喜日本第一混双渡边勇大和东野有沙，把泰国第一混双挤下到了第3的位置，这也是渡边东野职业生涯首次登顶。但最近他们的状态似乎有些下滑，希望他们能够尽快调整到最佳状态。雅思组合则上升了1级，来到了第2。值得一提的是，大马的陈建明、赖佩君更是晋升了4级，来到了排名第7，是他们的生涯新高。在女双方面，中国的樊城组合依然稳稳妥妥地坐在世界第1的位置，但是要恭喜这1-2年迅速崛起的织田千阳、松山奈未上升到了世界第2，也是他们的职业生涯最高排名。此外，近期表现非常亮眼的韩国组合郑娜颖、金惠珍也上升了2级，来到了他们的历史新高。当然也要恭喜勇夺今年法国公开赛冠军的大马乐蒂组合，排名再次突破，来到了世界第9。在男双方面，虽然近期日本的宝木、小林状态不如预期，但他们去年开始已经存够了够多积分来稳坐世界第1的位置。印尼的小黄人组合也维持在第2。不过这1-2年来再度爆发的 Alfian Ardianto 紧追在后头，虎视眈眈，他们狂升3级，来到了世界第3，创下了生涯历史新高。不得不说双 A 今年的状态实在是又稳又可怕，他们今年共打进了8次的决赛，拿下了4次冠军，也许过不久就会超越小黄人，成为印尼第1男双了。另外，大马第2男双王耀星、张玉宇也微升1级，来到了他们的排名新高。可惜的是，台湾的林洋配因为2021年头连续3战的冠军积分，随着积分解冻被扣除了，大大影响了他们的总积分，排名重跌了6级，滑落到了第9。希望王麒麟能够尽快养好伤，与搭档李安回到最佳状态。在女单方面，日本的山口茜依然稳坐世界第1宝座，但是台湾秋后小戴降了2级，来到了第4。陈雨菲和安喜莹都个别微升了1级。当然要恭喜这位韩国天才少女突破了自己的新高，年仅20岁便成为了世界第2。安小妹实在是太了不起了，可惜近期似乎因为和韩国羽协发生了一些误会，都没有被派出参加欧洲系列的赛事。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安小妹的名字在下周的澳洲公开赛的名单上，应该很快就可以看到她返回赛场啦。其他前10的选手基本上都有微幅上升，除了西班牙的马林，因为2021年头在泰国的好几个赛事积分都被扣除了，所以滑落了6级，到了10大以外啦。男单方面，排名第1依然是这条猛龙安赛龙，这个不需要多说，他的积分足以让他在积分解冻后依然稳稳地坐在世界第1至少一段时间。而新加坡的骆建佑和印度的 Lakshya Sen 都分别上升了2级，来到了他们自己的生涯最高排名。而刚刚在德国获得男单冠军的 Ginty 则是来到了排名第8。说到这场男单决赛，可说是争议不断，一起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上几周的欧洲系列赛事可说是引起大批球迷热议不断，从丹麦公开赛雅思组合遭受史无前例的9次发球违例的事件，到法国公开赛因为 Jonathan Christie 貌似抽筋没有立刻回到场上，被过度严厉的裁判发了黄卡，而安塞龙要求擦地被裁判拒绝，直接用自己的毛巾擦地后也被裁判发了黄卡。然后到最后一站德国海陆公开赛的大决赛，更是引爆了大批球迷的愤愤不平。在这场军鼎与小天周天成的比赛上，双方在决胜局打得非常激烈，小天更是从16-20超狂地化解了6个赛点，来到了22平。当所有球迷看得热血沸腾的时候，裁判却在这个关键时刻判小天落地后击球犯规，使得他丢掉了关键的1分，情绪气势都受到了影响，
小田马上向裁判提出询问，希望主办方可以马上回放录像查明真相。但裁判与发球裁判仍维持原判，也不给看重播。但根据现场球迷们拍摄的影片，这记回球是没有犯规的，而且还是个非常漂亮的回球。根据媒体报道，周天成赛后指出，当下虽然无法透过影片回放，但发球裁判可以给建议，而发球裁判当时表示以主裁判为主，甚至赛后主裁判也亲自承认这是误判，但最后只给出 Nothing we can do 的答案。这让所有与球迷感到既生气又无奈，好好的一场精彩刺激的球赛，就因为这样的一个误判被毁了，不只影响了小天，更是造成了金鼎赢下胜利后的尴尬与难看。其实这种误判事件也不是头一遭，好多球员都曾经遭受误判的这种倒霉事件。在2019年香港公开赛上男单决赛，金鼎就在那么重要的冠军点上被黑了，裁判认定他的击球过网，这个最关键的冠军点就这样给了对手李卓耀。事后调回录像显示，其实金鼎并没有击球过网，但世界羽联只是一味的说他们没办法做什么。现场有那么多摄像镜头，主办方明明就可以在当下回放录像调查，但是世界羽联却不愿意那么做，这很令人不解，也很生气。而在最近的法国公开赛上，大马的刘国伦也经历了误判事件。比赛来到决胜局时，刘国伦抢到了网前球高点，立马快速击球，把对手打得无法招架，但下一秒裁判却判印度选手得分，原因是刘国伦过网击球。刘国伦立马走向裁判抗议，向裁判强调说发球裁判可以作证。裁判们讨论后又改判刘国伦得分，但此时对手不满了，立刻向裁判提出抗议，还把裁判长叫上来理论。最后裁判又再改判这分无效，必须重打。刘国伦也一时接受不了，心情大受影响。那么问题来了，裁判的判罚究竟能否改判？为何有时能，有时不能？世界羽联不是应该统一来执行吗？在不公平的执行下，抛出一句对不起，只要是人都会犯错，就是在解决问题吗？如果道歉有用，那还要警察来干嘛？每一次的误判后，世界羽联没有探讨并改善问题，却一味地要求球员们承担裁判们犯下的错误。球员们在努力认真的训练打比赛，但世界羽联却这样不认真地看待这些问题。而今天世界羽联终于对这起事件发表了官方声明，世界羽联证实他们正在审查这场男单决赛中发生的事件。世界羽联相信所有裁判都在努力地做出他能在比赛中实时做出的最好的判罚，但是即使偶尔出现错误，裁判长也不能推翻主裁判对某一事实的判决，而且主裁判的判决也会是最终的判决。搞了1-2天，结果就发了这个令人无言的说明，这说了等于没说。相信即使审查到最后，顶多也只是道个歉，然后就不了了之。现在都已经是2022年了，整个系统规则还是那么的老旧，顽固不化，这样人类怎么进步？这个世界怎么进步啊？看了真的是佛都有火啊！而这起小天的误判事件过后，幸好还看到小天和金鼎赛后比赛的合照，希望两位的交情没什么大影响。据媒体报道，小天也回应，其实也是因为自己没打好，才让战况如此纠结，情绪控管也有待加强。但他建议世界羽联在此类判决上能够有更多改善空间。那么你们对于最近那么多关于世界羽联裁判问题的事件有什么看法呢？是不是和我一样觉得火大？也请你在下面留言一起讨论哦。下一个公开赛赛事是澳洲公开赛，将会在下周星期二开始举行。根据报名名单，有不少好手参加这项赛事，像是李子嘉、骆建佑、安喜、Rachano、林洋配等等都报名了。让我们一起继续关注这项赛事吧。这期的新闻与你看就到这里，喜欢这支影片的朋友们也请你点个赞，还没订阅的朋友也请你记得订阅，我们下期再见哦。